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做一次深入探讨。咱们都知道，每个人一天都拥有同样的24小时，不多不少。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好像总能完成更多的事情，取得更大的成就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剖析一份挺有意思的资料，是关于成功人士如何运用时间的。看看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管理和利用他们最宝贵的这个资源时间的。我们这次分析的目标就是希望能为你提炼出一些能立刻带来启发的使用策略和一些核心的原则。这份资料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它的核心观点其实很明确。他想说的是，成功很多时候它不是偶然发生的，更像是一种有效时间管理策略的必然结果。关键在于理解这一点，重要的可能不是时间本身有多少，而是我们如何去运用它。这就涉及到好几个层面了，比如怎么设定优先先，怎么建立系统，还有怎么管理好自己的精力等等。对，您说的这个如何运用是关键，光有时间确实不够，得会用才行。那咱们从哪里开始聊起呢？这份资料首先强调的一个点，我印象很深，就是非所有人物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那些成功人士，他们似乎特别擅长聚焦在真正关键的事情上。资料里好像也提到了那个经典的28定律，是吧？没错，就是那个帕累托法则28定律。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大约80%的成果，往往来自于我们20%的努力。但资料里强调，这不单纯是一个理论概念，他们在实践中会用一些方法或者说思维工具，比如类似艾森豪威尔矩阵的那个思路。艾森豪威尔那支矩就是那个区分紧急和重要的。对，就是那个，帮他们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紧急还是重要，还是既紧急又重要，或者既不紧急也不重要。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资料指出他们会刻意的为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留出专门的时间。这些事儿通常是什么呢？比如长远的战略思考，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或者维护一些重要的人际关系。重要但不紧急，这块往往容易被忽略。的确，想想看，沃伦·巴菲特，他每天会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这不就是典型的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吗？但这恰恰是他长期成功的关键所在。更深一层来看，资料还提到，他们会努力确保自己每天的行动是和自己最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最长远的目标，是对齐的。这让我想起奥普拉·温弗瑞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要敢于对那些和自己使命方向不一致的事情清晰地说不。有道理。首先要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还要敢于拒绝干扰。这听起来是第一步，但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估计挺难的。那下一步呢？光知道重要性还不够吧？是不是得有点章法才行？我记得资料里好像提到了建立系统和惯例，这个怎么理解？是的，这是第二个关键点。单单依靠意志力去坚持做重要的事情，可能不太稳定，因为意志力是会消耗的。所以成功人士更倾向于建立一些系统或者习惯，或者说惯例。比如我们经常听说，很多成功者都有雷打不动的晨间习惯。对，像早起、冥想、运动、阅读之类的。资料里也举了例子，像埃隆·马斯克，他早晨可能会先检查最关键的邮件，规划好一天的优先事项。为什么习惯这么重要呢？这个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其实也给了我们答案。习惯一旦养成，就能自动化很多行为，这样就能减少我们大脑的认知负担。就是不用每次都费劲去想我该不该做，该怎么做，是吧？没错，这样一来就能把宝贵的精力和脑力节省下来，用于处理那些真正需要深度思考、高价值的任务。还有一个很强大的系统，资料里也提到了，就是时间块管理法。据说比尔盖茨就很推崇这种方法。时间块
是把时间划分成固定区块吗？对，就是预先把一天的时间划分成不同的块儿，每个块儿专门用来处理特定的任务。比如专门留出1-2个小时，不受任何打扰，进行深度工作，像写代码、做战略规划这种。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它为一天规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你知道在哪个时间段应该专注做什么事儿。建立系统和习惯，还有用时间块来规划，听起来能让执行力更强，也能保护专注力。那说到节省精力，是不是也意味着有些事情其实可以不用自己亲自做？我记得资料里好像也谈到了授权和外包这个话题。对，这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成功人士通常都很清楚一点，他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所有事情都自己包揽。授权就是把那些自己不擅长或者价值相对较低的任务交给其他人去做。这是把自己的时间解放出来，用于从事更高影响力活动的关键一步。比如常见的 CEO 会把一些行政类的事务交给助理处理。正是。当然，有效的授权它需要前提，首先是信任，其次是清晰的沟通，要让对方明确知道目标和要求。资料里还引述了一个盖洛普的研究，说那些善于授权的领导者，他们领导的企业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比不善于授权的要高出大约33%。哇，这个数字还挺显著的。是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授权或者外包的思维并不仅局限于工作范畴。资料特别指出，在个人生活中同样可以运用。比如把一些家务，像打扫卫生、做饭之类的外包出去。这样就能省下时间。对，省下时间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可以用来学习提升自己，可以用来陪伴家人，或者就是简单的休息放松。这背后其实体现了对时间作为一种极其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的一种深刻理解和尊重，愿意用钱去换取更高质量的时间。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把不重要的或者别人能做得更好的事情放手，把时间用在刀刃上。那通过系统化和授权腾出来的时间，他们一般会用在哪些刀刃上呢？资料里好像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的确如此，终身学习和持续的技能发展是成功人士运用时间的另一个核心特征。他们普遍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投资，是持续成长的机会，而不是仅仅用来完成任务。资料中再次提到了比尔·盖茨，他有一个著名的思考周。我知道这个，他会定期把自己隔绝起来一段时间。对，就是为了完全隔绝日常工作的干扰，能够静下心来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琢磨新的想法和趋势。这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常说的刻意练习在思考和学习领域的体现，就是有目标地高度专注地投入时间去获取知识，提升认知，精进技能。这种投入的回报是什么呢？回报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直接提升个人能力和专业水平，其次根据一些研究，比如《自然》杂志上的一些发现，这种有目标地的专注的训练和专业技能达到顶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持续学习的状态能够增强一个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挑战的信心和能力。持续学习，保持成长，这确实是应对变化的关键。聊到这儿，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时间管理并不仅仅是关于怎么安排日程表、怎么划分任务那么简单。精力似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吧？就算时间安排的再好，如果人没精神，效率也上不去。资料里是不是也提到了这一点？正是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补充视角。资料强调要管理好精力，而不仅仅是管理时间。因为时间是恒定的，一天就24小时，但精力是相对来说可以再生和调整的。所以成功的实践者，他们会非常关注管理自己的身心活力。具体怎么做呢？比如保持规律的体育锻炼，保证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像阿里亚纳·赫芬顿，他就极力倡导
把睡眠看作是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关键工具，而不是可以牺牲的东西。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睡眠期刊就有研究表明，即使只是缺少1个小时的睡眠，也可能对人的认知功能，比如注意力、决策能力产生损失。睡不好确实影响状态。对，除了运动和睡眠，资料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根据自己的生物钟来安排任务，找到自己一天中精力最充沛、头脑最清晰的时段。因人而异是吧？有的人是早晨，有的人可能是下午。没错，然后就有意识地把那些最困难、最需要专注力的工作安排在这个高能时段来处理。就像海明威，据说他喜欢在早晨精力最好的时候进行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最大化效率，用最好的状态去啃硬骨头，同时也能避免在精力低谷时勉强工作导致效果不佳，甚至引发倦怠。我们状态下做。好了，我们谈了分清主次、建立系统、学会授权、持续学习，还有管理精力。那么，当这一切都安排好，事情也去做了之后，是不是就结束了呢？还是说有最后一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但可能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第6点，反思与迭代。资料指出，成功者并不会只是埋头做事，他们会定期的花时间停下来进行反思和复盘。他们会评估自己之前的表现，做得怎么样，哪些策略有效，哪些地方可能需要改进。像一个 PDCA 循环一样，计划、执行、检查、调整。有点这个意思。他们会主动寻求反馈，无论是来自他人的，还是来自结果本身的，然后根据这些信息，不断地优化自己的策略和方法。资料里提到了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他提倡要留出一些徘徊的时间。徘徊时间，听起来很有趣。对，就是不设定具体议程，允许思维自由漫步，进行一些创造性的非结构化的思考。这其实也是一种反思和激发新想法的方式。有研究甚至发现，定期的反思能够将决策的质量提高大约25%，提升1/4，这也很可观了。是的，而且这里的反思并不仅仅局限于工作本身，它也关乎一个更宏大的议题，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资料强调，成功人士认识到，要想取得持续性的、长期的高水平的表现，就不能只顾工作，必须为个人的生活、兴趣爱好以及必要的自我关怀和休息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这也是反思的一部分，确保整个系统是健康的、可持续的。反思与迭代不仅是为了优化工作方法，也是为了确保整体生活的平衡和可持续性。这么一圈听下来，感觉这份资料确实描绘出了一幅相当清晰的图景。从一开始的明确优先性，到建立系统和习惯，再到学会授权放手，然后是持续投入时间学习成长，同时还要管理好自身的精力，最后还要不断的反思和调整。这些策略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一个成功人士如何高效利用时间，并将时间转化成非凡成就的蓝图。对，总结得很好。我感觉核心的启示可能就像您一开始说的，时间管理的真谛也许并不在于追求做得更多更快，而是要确保自己一直在做那些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没错，这让我想起了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并非生命短暂，而是我们枉费了太多的时间。Vita brevis non est, sed multum excel perdidimus。听完了我们今天从这份资料中提炼出的这些洞察，或许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深入思考一下的问题。对照着这些原则，优先级、系统、授权、学习、精力管理和反思，你现在又是如何投资你的时间了呢？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请订阅、点赞并与朋友分享。